美国陆军从俄乌冲突中吸取的重要教训，对解放军而言是问题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费天少。俄乌冲突仍在顿巴斯地区进行，俄军凭借着强大的炮火稳扎稳打，几乎奠定了战场的胜局。这场战争被看成是近几十年来两支武器装备水平相当的国家的第一次陆上对决。虽然战法比较落后，但是对美国和中国陆军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美国陆军退役中将大卫·巴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教授诺拉·本萨赫尔在岩石上的战争网站上发表文章，披露了美国陆军对俄乌冲突总结出的几点教训。这几点教训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下。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蒂娜·沃尔穆特曾公开指出，美军从乌克兰战争中学到的几个关键教训，包括军队的指挥体系、训练、纪律和有效后勤保障的重要性。美国陆军需要减少来自手机的信号，防御先进的无人机，并维持弹药储备和国防工业基础。他认为，除了这些基本的教训以外，俄乌冲突还揭示了至少5个额外的教训。第一，美国陆军需要优先考虑欧洲而不是亚洲。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陆军花费了无数的精力来证明其在与中国的潜在战争中的作用。毫无疑问，美国陆军将为太平洋的任何战争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战区后勤和工程、空中和导弹防御以及远程火力支援。然而，正如美国最高将领米利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印太地区主要是空中和海上战场，这必然会限制其陆军使用地面机动部队的能力。普京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证明了美国陆军的价值是阻止来自欧洲的威胁，为保卫北约盟国而战。另外，美国陆军还需要为应对北极战略做准备，这是与俄罗斯军队对峙的新领域。第二，美军的高层认识到美国陆军可能无法在未来的战场上隐藏。开源情报的爆炸式增长，包括大量的社交媒体的帖子、智能手机的照片、商业无人机的视频和廉价的商业卫星的图像，能让俄罗斯军队的行动失去突然性，当然也能让美军的行动变得透明。而一个透明的战场给美国陆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公司出售的先进传感器可以越来越多地穿透黑暗的掩护，这将剥夺美军几十年来所享有的主要战场优势。其陆军部队严重依赖复杂的后勤，而这些后勤物资要运往海外的集结基地，由长途运输的车队运送，通常涉及不安全的商业供应链。这些庞大的网络都将成为对手袭击的目标。第三，美军必须接受其直升机在未来高强度冲突中可能无法生存的事实。自越战以来，美国陆军严重地依赖其庞大的3500多架直升机，为其士兵提供战场机动、侦察、支援火力和补给。俄乌冲突提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即直升机是否以及如何在现代战场上有效地使用甚至生存。大量便携式的防空导弹的列装，让美国陆军必须准备在没有直升机支持的战场上作战，在那里直升机可能无法飞行和生存，而无人机更适合执行侦察、监视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甚至是后勤支援任务。相比于美军，中国军人可能在这方面也拥有巨大的优势，主要是中国的无人机产业链优势。第四，美国陆军需要锤炼它将如何面对重击时继续战斗的能力。在过去的4个多月中，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的装备和人员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并可能继续这样发展，直到战争结束。部队和物资的惊人损失将是今后任何高强度的冲突不可避免的特征。而美军自冷战结束后就再也没有想过会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
直到2016年，美国陆军才认识到需要练习如何在遭受毁灭性伤亡后重建部队。直到去年，美国陆军才发表了自1992年以来第一篇相关的论文。美军的重大军演几乎不涉及这些困难局势的实践。第五，美军需要加倍努力对其盟友提供安全部队援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是自2014年以后，美国的军队已经悄悄地进出乌克兰，为其训练军队。拜登选择不直接干涉乌克兰冲突，可能会在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各种未来冲突事件中重演。其在乌克兰的安全部队援助计划的成功，将会激励美国陆军继续与世界各地的关键合作伙伴一起提供资源，并扩大这些努力。美国的专家称，不能简单地认为，如果美军与俄军的角色被颠倒过来，他会比俄军做得更好。需要严格的重新审视军队的训练、组织和装备士兵的方式，并且必须愿意在必要时改变军队的发展轨迹，以便陆军尽可能地为未来面临的挑战做好准备。美军对俄乌冲突的总结有战略层面的，也有战术层面的，还有战斗意志层面的。对解放军来说，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直升机和无人机在未来作战中地位的变化。不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无人机生产国，未来在无人装备的使用上将会走在美军的前面。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